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股票市场的杠杆，除了大家熟知的信用交易、融资融券，还有股票期货之外，还有一种衍生性金融商，它有着高杠杆、小资金的特性。很多人说这是小资族的好工具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它非常危险。这个东西叫做权证。那权证要怎么买？怎么操作？有什么优缺点？新手要注意什么？还有风险，这些常见的问题，凯哥在这支影片会统统讲清楚。看完这支影片，起码以后看到权证就不会不傻傻了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首先要先来厘清一下权证跟股票的差别。权证比较像是一张门票，这张票可以让你在某个时间点用特定的价格去买或卖某一档股票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你看好台积电，觉得之后它的股价会涨，可是手上的资金有限，不想直接花100多万去买台积电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可以买一张台积电的认购权证，它的价格可能只要几百块到几千块。如果台积电真的涨了，这档权证的价值也会跟着涨，就可以用小钱报酬给放大。可是千万别以为它就是股票，权证的特性是完全不同的，尤其是它有到期日，不像股票它可以一直抱着不放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权证是高风险高报酬的投资工具。权证主要有两种，一种叫做认购权证，另外一种叫做认售权证。认购很简单，就是看涨用的。如果你觉得标的会涨，那就买认购；如果你觉得标的会跌，那就买认售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权证那么长的名称分别代表的是什么。最前面就是对应的股票的名称，第二个是发行商，比方说这一档权证是元大发行的，那就会是元大。然后是到期的年跟月，那月份是1到9，10月就是 A，11月就是12月就是 C。然后是它的类型，认购跟认售。最后面两码是编号，没什么大用。权证跟股票一样，每一张权证也是1000股，可是它不可以零股交易。另外，若是初次买卖权证的朋友，要签具一张风险预告书。再来要特别讲解一下只有权证才有的一些特殊专有名词。首先是剩余天数，代表这支权证还有多少的交易日会到期。剩余天数越少，它的时间价值就越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剩余时间很少，它的时间价值就会吸收的非常快。再来是价内，也就是认购权证的标的市价大于约价，认售权证标的市价小于约价的时候，我们称它就会在价内，价外自然就是相反。然后是 theta， 买进权证后每天要付出的时间价值，它是以负数呈现的，该负值的绝对值越大，表示每天要付出的成本越高。若每档权证为负0.0，表示每持有该权证一天，权证的价值便会减少0。再来是 data。data 的定义为股价变动1元的时候，权证会变动多少。认购权证的 data 就是正值，代表联动同方向。那认售权证就会是负值，当股价跌的时候，它就会往反方向动。那么为什么有人爱用权证呢？来看几个重点。首先是它的多空操作很简单，不管是要做多或放空都很容易，只要看涨就买认购，看跌就买认售。相比较之下，股票是比较难做空的。这个部分可以看凯哥之前的影片哦。再来就是权证对资金的要求，刚刚有讲到，如果说要买一张台积电100多万，很多人都不见得有个钱。可是如果是权证的话，只要几百块到几千块钱就都买得到了。最后是最大的诱因，也就是权证是非常高杠杆的。某些股票波动比较小的，甚至涨5%，权证可以涨到30%、40%，甚至更多。再加上资金小的特性，它完全就是以小在博大。还有一个小优点，就是它的证交税是比较便宜的，股票是0.03，权证只要0.1而已。好处说完了，听起来很棒。不过这边凯哥要帮各位踩一下刹车，权证虽然便宜，相对的风险它也非常的高。在凯哥的影片里面经常有讲，风险跟获利一定是成正比的。首先因为高杠杆的关系，所以很有可能股票跌个5%，权证一口气跌掉30-40%，甚至它是会归零的。然后是权证很特别的一个特性，叫做时间价值的消耗。权证每天都在流失价值，这叫做时间价值递减。简单来说，就算股票在盘整都不动，可是权证价格也是一天比一天低。所以权证是一把双面刃，它是一个加速器，对的方向可以让你快速获利，
错的方向很快就赔光光了。其实最大的缺点是权证交易是一场复合游戏，所有衍生性商品交易的双方通常都是联合游戏，甚至是副游戏，因为权证就是在跟发行商在对做而已。那如果再扣上手续费跟交易成本进去，那只要是投资权证就一定是复合游戏。巴菲特说过一段话，投资就好像是在玩牌，如果你玩了一阵子之后还看不出这场牌局里的傻瓜是谁，那么你就是那位傻瓜。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，对投资人最友善的环境就是正和游戏。随着赛局的持续进行，整体的收益会越来越多，即使可能分配不均，即使参与人仍然有人获利有人亏损，可是也比一群人追逐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，甚至是越来越小的蛋糕来的有优势。那可能有伙伴们会问凯哥，哪有这么好？哪有哪些是正和游戏的投资市场？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身边，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正和游戏的市场，这部分就给伙伴们做个参考咯。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适合使用权证投资嘞？首先，权证不要长期持有，因为权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不断减少，所以除非有够大的机会需要等待，不然一般都应该要避免长期持有权证。说白一点，就是要有准确的看准方向的时候再进场买权证。那再来凯哥讲讲有一些挑权证的一些该注意的地方。首先，凯哥会建议要注意剩余的天数，像凯哥在筛选就会选100天以上的权证，然后是权证价格。权证价格凯哥习惯的搜索是1块钱左右的权证往上找，所以凯哥这边设定就是1块钱到无限大这样。那来介绍一下凯哥是怎么挑权证。首先，先在这边查个股这里输入你要找的股票代号，然后是类型，下拉它就会有认购跟认售，然后价内外这边凯哥是直接都不选的，发行券商我也都没有选。再来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权证价格。权证价格凯哥是建议不要选太低的，因为它会有比例的问题，所以凯哥这边都会建议从1块钱到无限大，它就会帮你筛选出从1块钱以上的权证。当然你可以再低一点啊，比方说0.8到无限大这样。再来是剩余天数，凯哥一律建议选择100天以上，所以这边设定就会是100到无限大天，然后下面全部留空，然后按搜寻。搜寻完出来之后，凯哥的建议很简单，直接往执行比例这边按一下。执行比例越大，那相对的它的比例就越高，所以它的波动率就会更大。这个是对新手来说比较容易筛选的一种方式。再来就要看它的造势，凯哥的建议是像这样子，买进跟卖出只有差1个 tick， 并且它都是499，最好的是像这样子有上下2个 tick 的，它一样都是挂满499的。这就是一档比较健康的造势的股票的权证，在买卖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权证就是一种能用小钱去放大涨跌，它的好处是门槛低、杠杆高，坏处是有到期日会归零，风险非常高。比较会发生的错误就是权证一直抱着，结果时间价值归零，血本无归。然后是忽略流动性，买到一些不正常造势的权证，造成亏损。权证是一个高杠杆的投资工具，老话一句，风险跟获利一定是成正比的。如果说真的有看得很准的方向标的，那用权证去放大获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。投资工具没有对错，一样是要看自己怎么去使用它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咯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